嘿，大家好，我是 A 神啊。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擁有最特別 combo 或是最特別連擊的一隻馬眼劍客打的這一場比賽。那你可能想問了，為什麼那麼多場的馬眼劍客在這個月的素材裡面？那其實有兩大原因。一啊，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我直播的話，就會發現，我遇到的馬眼劍客其實真的非常之多。雖然他們的那個玩家其實就是同一個玩家，都是那兩個玩家，但是遇到馬眼劍客那個場次啊，真的非常之多。那這個是第一個原因。那第二個原因就是，其實我發現馬眼劍客的那些影片觀看數啊，都比一般影片來得高，就可能馬眼劍客這英雄就比較深受那些玩家們所歡迎吧，在那個數據上面反映出來的那個原因。對，所以的話我就比較偏向出更多的馬眼劍客的影片。那這個是我所說的兩大原因啊。但是這也不代表說這些馬眼劍客的玩家的打法是沒有什麼可觀性為出而出的影片。那其實這些玩家都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地方在吧。那例如說，這個玩家就為我們展示一個非常特別的打法。對，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擁有我覺得挺特別打法的一個馬眼劍客玩家打的這一場比賽。那這邊已經為我們展示的就是那個懲戒者。其實懲戒者這個英雄對我來說是有一種新手主義的一個色彩在的，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這個懲戒者是有一種誰用誰是新手的那個感覺在。那但是這個是我的一個小的偏見而已。但是如果那個人真的可以把懲戒者納入在自己的 combo 裡面，其實懲戒這個英雄就會變得非常之厲害。那因為懲戒這個角色，其實它的特點就是它可以用普通攻擊來做到一個跌落傷害。對，那所以的話，如果他成功把這個懲戒者的 combo 加入在自己的馬眼這個裡面的話，像這個一樣，那他就擁有一個非常之厲害的戰力。所以看到我學的直接跌上來，直接沒有了一格血。那雖然他那個跌傷有很大幾率是一個假的跌傷，如果大家記得的話，跌傷是有分真跌傷跟假跌傷的。那假跌傷的傷害都會比一個真跌傷低不少。對，那這個懲戒者這個跌傷應該是假跌傷。那但是如果這個 combo 也是成功打中的話，其實他在這個遊戲的戰略扮演那個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對了，這邊來到這個第二回合，這邊讓他抓到。那因為1-0的加成關係他的那個人員披風比我的九尾頭還快。那這個是很正常的。那這邊他直接把我噴裝，那這個做法其實是非常之聰明。那因為我提前換了這個防御種，導致我沒有提防他這個噴裝所以我導致我的頭盔被他噴掉了。那這個是人之常情，我也覺得能接受。我這邊的話，我的頭盔剛才被他用的幽靈衣服直接拉下去掉下去。那這邊的話，代表說其實這局我已經宣布結束了。這邊已經是我的垂死掙扎吧，要我來說，我這邊用那個狂戰巴薩跑一下，所以掙扎一下，那他也是挺享受這個折磨敵人的那個過程OK， 這邊的話，那這邊盔甲用一下。那我是比較偏向這個垂死掙扎的人就是永遠不要放棄。對，那起碼還有1%的機會能贏得這個比賽，對，就不要放棄。OK， 這邊繼續跟他打一下吧。那他真的很享受這個折磨過程OK， 那這邊的話完了。那這邊讓他再下第二次技能。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這邊抓到直接給他黑毛 combo。那其實這個黑毛 combo 其實抓到的話，會為我後來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優勢在。那這邊跟大家說個小道消息吧，就是我的黑毛已經跟現在這個影片的黑毛有一個非常大的那個改變。那改變什麼？就是我的黑毛，我把一些我之前存下来的一些資源都拿去使用了，把那個黑毛的等級拉到去100等。那然后我的攻擊從這個310幾拉到332。对，所以的話，現在黑毛就變得更加之暴力，我的黑毛 combo 就變得更加之痛了。所以說大家如果面對我的話，就是在這一場看到我的話，就要小心一點我的黑毛 combo。对，因為是非常之痛的。我這邊那這邊他已經看那個破解身頭盔，但是代表說他後期就沒有頭盔可以使用了。那我們的進攻也是跟之前所說一樣，可以變得更加的進取。OK， 這邊 SD 抓到，那我們就
等那個 SD 的結晶體解除，然後把它抓住。那這個其實如果你是一個超重玩家的話，我是非常之建議的呀，就練好這個時機。那因為這個 SD 啊，其實它帶給玩家是帶給你自己的那個好處，不只是把敵人封住，而且就是你可以站在那邊存這個能量跟這個技能，因為對面啊吃了這個 SD 之後。他的技能是會陷入這個被攻擊狀態，是回復速度較慢。那然後你是因為站着這邊不動的關係啊，你的技能會回復的比他更快。說的話，他這個 SD 帶的意義啊，不只是把敵人封住，而且就是那個技能上面也會得到一點點的優勢。所以這個超重 SD 的意義其實是在這裡。對，這邊的話，哎呦，這邊被他抓到了，直接撞過去。那因為他的技能剛才啊那個披風啊，用來開這個冠軍王，但是他打不中。那所以說基本上這邊的話，兩邊技能都全交了。那我的 SD 也因為剛才那個能源披風關係啊，就恢復了起來。那但是優勢被他那個破壞之後解除了。那這邊的話，其實抓到就可以直接把它打下去。那我們就想一點，他的有些技能還沒開呀。那這邊的我的頭盔存好了。那這邊我是偏向，就是如果我的話，現在我是比較偏向，對，用这個妖術頭盔把它抓住了，把它射下去。那拿下第3回合，來到這個第4回合，蠻劍大戰超時空戰士。那這邊一開始吃了他這個 basic combo， 就是那些切英雄的打法，現代化切英雄打法。對，那這邊的話有看到他那個標誌性的地雷啊，那我們就先把這個地雷防掉，就不要讓他這個地雷啊，在後期發揮一些致命性的關鍵作用啊。OK， 這邊又讓他抓到，直接換這個防禦英雄就行了。那因為前期被抓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防禦英雄來吃傷害。那因為你是沒什麼技能可以防的，那這邊先把地雷拆，但是拆的途中啊，就不要讓他攻擊到。那因為他的打法是很明顯，在抓你拆地雷的途中，然後用這個蠻劍衝來打你。那這個也是他一個比較常做的一個做法吧。OK， 這邊的話，我的妖師頭其實還沒存好，那但是他為了避免被我妖師頭抓到，所以他直接啊就沒有用了鎖鏈術式來抓我。那但是，哎呦，這邊的話可以啊，好險沒有 air dash 過去，因為 air dash 過去如果打到他那個無敵狀態，我是有這個類似僵直的狀態，而從而啊被他的冠軍王所打中。那但是這邊啊，我同樣被他那個海盜頭給打中了。那其實也是難以避免啊，因為他有加成關係，加上我的那個術士衣還沒存好的情況下被他抓到，那我就承受這個被噴裝的事實啊。OK， 這邊我披風存好了，直接用，然後我們嘗試一下，直接衝過去把那個頭盔撿起來。OK， 但是我失敗了，那失敗就會等於被他收掉。那來到這個第5回合啊，那一開始我們就盡量不要讓他拉太多血量起來，就是不要讓他抓到，從而啊來達到這個後期的優勢，不要那麼的落後。我這邊的話，我可能是忍不住了，直接用這個 Daughter Spot 衝去撞他。那因為也是以前說過，那遇事不靈啊，就用這個 Daughter Spot 就能解決你戰鬥上面99%的問題啊。OK， 這邊的話嘗試一下用這 Daughter Spot 把那解肉打斷了。那這邊的話可以，那這邊的解肉打斷就可以到我們乘勝追擊了。那我們小一點，別讓他的重敵抓到。那我們就先騙他重敵，然後衝過去，因為他重敵已經騙了。OK， 這邊抓到，然後把他騙。哎呦，那這個不錯，那直接用這破解針頭解除了這個被我抓到的這個事實啊。那扭轉了這個節奏。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又是先避重敵，如果避不到，就像現在一樣被他打倒地。OK， 這邊的話先把重敵騙一騙啊。OK， 這邊的話我本來是打算用這個亡魂避彈撞過去，但是 CD 還沒存好。OK， 這邊，哎呦，這邊要披風要用了，不然的話這邊會讓他打出非常之大量輸出。哎呦，這邊直接炸下去。那其實啊，這裡最好的做法是給宙斯 SD 嘗試把他的披風先逼出來，不然的話其實後期啊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劣勢在的。OK， 這邊的話可以啊，那我們就這邊可能是會用莉莉頭，我猜如果沒用的話，那就代表說我可能想把這個頭盔留起來，打得比較穩定一點。OK， 這邊的他打算建立自己的領域啊，就是用這個你看到下面的那個地點嘛，其實啊，他為什麼要站在那個下面的那個方塊裡面？那其實是因為如果我要進攻的話，我就要跳過去，那跳去的話就會被他那個馬眼劍抓到，那所以他剛才會不停的下去，就是這個原因啦。我這邊又是繼續這個兩邊的博弈啊，其實這邊啊兩邊技能都已經用了差不多了，那但是他如果大家記得的話，他是在前期用這個破解針頭了，所以他後期啊
是很大幾率有技能的。OK， 這邊的話我失手了，但是如果這裡他給我這個重力的話，我是很大機會只是死掉了。但是他應該是沒反應的啦，因為這邊抓到我就把他踢下去。OK， 這邊的披風逼到了，那我們直接開衣服，然後拉開距離，因為他的技能有機會還有。那這邊的話我們小一點，不要讓他那個5SD 抓到。哎呦，這邊的話可以，還有 SD 沒用，直接打下去。